在生化或者医药实验室工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海拉细胞。我每次培养这种细胞，都有一种惊恐。从零下190度的液氮里取出来一小管细胞，放进营养机，就那么几个细胞漂浮在营养液里。第二天在显微镜下一看，就已经附着在底盘长满了。只要有营养液，这些细胞就拼命地分裂生长，分裂生长。过2-3天就必须把细胞分成几盘，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去生长。你可能知道，机体越大越难以保存。比方说，一个完整的动物体死了就开始腐烂，冷冻起来的话呢，也就是一具僵尸。可是作为器官，比如心脏，取下来的单独的心脏可以在生理液体中搏动好几天，而到了分离出来的细胞，把它们冷冻起来就可以存活好多年。所以冻冷冻的卵细胞多年之后可以繁殖，而整个人冷冻起来，希望以后复苏，那目前只是科幻的希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细胞都能够培养生长，能够分裂繁殖的细胞，它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总会衰老死亡。像海拉细胞这样可以永远分裂繁殖而且不会死亡的细胞，就是一个科学界的传奇。但是应用这个细胞系的科学家未必知道它背后的故事。1951年10月4日，一名叫做海瑞塔·拉克斯的患者死于宫颈癌。医生在他临终的前几个月提取了他的宫颈癌的组织，进行了活体检验。约翰·哈普金斯的细胞生物学家乔治·盖发现，这个活体组织里的癌细胞很不寻常，它们不会死亡，它们一直存活着。盖教授呢，就把这些细胞分离出来，增倍培养，做成了一个细胞系 cell line。 按照盖细胞实验室的常规，细胞系的名称采用病人的名和姓的前2个字母，于是人类细胞海拉细胞系就诞生了。盖教授把这些细胞无偿地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要求他们的研究仅止于科学实验。他生前并没有预料到这项科学成就对医学研究的影响如此的深远巨大，因为这个天然细胞它不会死亡，不会衰老，可以储存，可以再培养。大量的医学实验可以利用这些细胞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尝试。除了用于癌症研究，海拉细胞可以被各种病毒感染，这就提供了病毒复制的理想模式。现在呢，正在用于艾滋病毒 HIV 和乙型肝炎病毒 HBV 的制药研究。又因为海拉细胞可以生长在体外的培养基上，它在制药领域是测试药效和毒性的重要工具。还有，由于海拉细胞具有很高的基因转染效率，它们被广泛地应用于基因工程，比如生产蛋白质、疫苗和抗体。可是海拉细胞很快就进入了商业模式，这完全违背了盖教授的只用于科学实验的初衷。但是这种违约也造福于人类。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知道小儿麻痹这个名称了吧？这是因为在1952年，小儿麻痹，也就是脊髓灰质炎的新疫苗，就是用海拉细胞开发的，这让疫苗生产公司大赚了一笔。海拉细胞的商业化就从此开始，从基础生物学到药物研发，到今天，海拉细胞被全世界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复制了70多年。这些细胞积累起来，它们的体积可以构成一个帝国大厦。利用这些细胞获取的专利就有11000多项。那你要问了，海拉的家庭和后代是不是也赚到了专利和开发的利润呢？其实他们不知情，他们不知道海拉细胞对科学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也不知道这些专利和生产。海拉细胞的主人海瑞塔·克拉斯，我们还是叫他海拉，
出生于1920年，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1941年结婚，生育了5个孩子。1951年，31岁的海拉被诊断为子宫颈癌，当时的医疗条件很有限，她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医院的惯例是，在手术和治疗期间获得的生理样品，比如断肢和肿瘤，都归属于救治的医生或者医院。得到海拉的肿瘤活体的是约翰哈普金斯医学院，而开发出海拉细胞系的是盖教授。他们也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原始专利和利益，一切都在静默中属于正常。有许多像海拉细胞这样的例证，是在没有主人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被拿走的。更有甚者，有些医学研究人员是通过隐瞒、欺骗或者利用弱势人群这种手段获取样本。尽管在1974年，美国通过了国家医学研究法案的规定，任何从人体获取的组织或者样本都必须获得患者知情和同意，并且保护受试者的权益。但是这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比如说人工流产的胎儿和母体脐带里的干细胞。海拉细胞直到2010年 Rebecca Sklar 出版了一本书《永生的细胞》，海拉的故事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意识到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公平和社会道德。然而海拉的家人此前对此毫不知情，之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但是换一个角度，海拉细胞造福人类，海拉本人当然是永垂不朽的。我们现在知道了癌细胞是冻不死的，那么讲一个题外话，癌细胞是能热死的，所以人体发烧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我们对坏细胞的反抗。发烧促使免疫系统杀死细菌和病毒，而且呢能损伤癌细胞，因为癌细胞不能调节自身的温度，当热度高于43度的时候，就会刺激它的死亡。大多数的正常器官在43度9以下都不会受到损伤，所以热疗法成为一种治疗癌症的手段，就是把身体的癌患组织暴露在45度的高温之下。目前应用的微波疗法可以破坏癌细胞内蛋白质的结构，使得肿瘤收缩。医疗微波器械准确地控制温度，通常对正常组织的损失非常小。说到微波，就再讲一个题外的话。前一阵看到一个帖子，说一位护士把从冷库里取出来的血液用加长微波炉加热，然后输给病人，然后病人死亡。然后这个帖子把责任归咎于微波炉的不安全。微波炉的原理是什么？它是通过液体的物理热震荡取得加温效果。血液是红血球、白血球组成的一系列活细胞，在微波炉里加热，就等于把这些活细胞爆炒一遍。试想，这样一袋皮开肉绽的生物垃圾输入血管，经过心脏进入人的全身循环，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医疗人员，你必须遵照规则运作，这是人命关天，绝不可以省时间投机取巧。每一项的医疗细则后边都有它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那样做？